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宇宙频道。没关注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用你指点迷津的小手点一波关注。欢迎强烈推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关注星河，遨游宇宙不迷路。这一期我们一起来探索神秘的黑洞。那么什么是黑洞呢？对于时空的影响力到底又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心的氢燃料，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塌，直到最后形成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的星体。然而，黑洞的产生过程类似于中子星的产生过程，恒星的核心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迅速的收缩，发生强力爆炸。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之后，发现黑洞者是德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在卡尔计算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过程中，他发现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真空点，也就是说，如果许多物质都集中在这个空间的这个点之中，周围就会产生奇异的现象，即使是速度最快的光也不能够逃离这个点，因为本身黑洞并不发光。这也导致在爱因斯坦提出黑洞的概念后，一直到近些年，人类才成功拍摄到第一张黑洞的照片。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就再也不能逃出。跟白矮星和中子星一样，黑洞可能也是由质量大于太阳质量好几倍以上的恒星演化而来。据说，国外的一家研究所发现了所谓被我们称之为的黑洞，并不是真正的球体，而是中间有一个基点。但是这个基点也不一定是黑洞的中心所在，说不定这个黑洞本身就只是这个基点，并没有我们视觉上看到的那种黑洞那么大。因霍金的理论是受灵感支配的思维的飞跃，他结合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他发现黑洞周围的引力场释放出的能量，同时消耗黑洞的能量和质量。黑洞通常是因为它们聚拢了周围的气体产生辐射而被发现的，这一过程被称为吸极。最新的黑洞描述中，黑洞的吸极盘拥有双峰轮廓，所以说黑洞恐怖的引力其实要比看到的可能要恐怖上万倍甚至更多，因为这些轮廓表明黑洞在扭曲和吞噬一切物质，这里包括了光线和时间，所以研究人员在黑洞周围发现非常奇特的幻影。要知道，黑洞本身吞噬光线以及射线，我们是无法发现黑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它是漆黑的一片。人类通过黑洞的吸极盘来发现黑洞，因为黑洞巨大的引力作用，所以在黑洞几光年以外就会形成吸极盘。这些是由气体、宇宙尘埃等物质组成的，所以我们无法看到黑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光线对于吸极盘的照射来确定黑洞的位置。其实就在吸极盘附近，黑洞已经开始影响时空了。这种双峰轮廓让黑洞周围的物质呈现螺旋状，它们会不断的旋转，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你知道吗？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一个超级质量的黑洞。银河系中的所有星系，包括太阳系，都是围绕着它在运转，可以想象它的引力了。同时，银河系银星黑洞现在还有了一些变化。这样看来，黑洞其实也是一种天体的演化过程。但黑洞也有灭亡的那天。按照霍金的理论，在量子
物理中有一种名为隧道效应的现象，即一个粒子的产强分布虽然尽可能让能量低的地方较强，但即使在能量相当高的地方，产强仍会有分布。对于黑洞的边界来说，这就是一堵能量相当高的室垒，但粒子仍有可能会出去。高温气体辐射热能的效率会严重影响激流的几何与动力学特性。目前观测到了辐射效率较高的薄盘以及辐射效率较低的厚盘。当吸极气体接近中央黑洞时，它们产生的辐射对黑洞的自转以及世界的存在极为敏感。对吸极黑洞光度和光谱的分析为旋转黑洞和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数值模拟也显示，吸极黑洞经常出现相对论喷流，也部分是由黑洞的自转所驱动的。因而，天体物理学家用吸极这个词来描述物质向中央引力体或者是中央延展物质系统的流动。吸极是天体物理中最普遍的过程之一，而且也正是因为吸极，才形成了我们周围许多常见的结构。在宇宙早期，当气体朝由暗物质造成的引力市井中心流动时形成的星系，即使到了今天，恒星依然是由气体云在其自身引力作用下坍缩碎裂，进而通过吸极周围的气体而形成的。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地球这个行星，也是在新形成的恒星周围通过气体和岩石的聚集而形成的。但是，当中央天体是一个黑洞时，吸极就会展现出它最为壮观的一面。然而，黑洞并不是什么都吸收的，它也往外边散发质子。黑洞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我们至今无法真正的去靠近它，了解它。但是，当科技达到了那个可以靠近黑洞的时候，可能又会发现比黑洞更厉害的宇宙秘密也未可知呢。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欢迎喜欢天文爱好者和我一起讨论太空知识。如果我有说的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指正。我是星河，你是宇宙，关注星河，遨游宇宙不迷路。我们下期见。